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各种演唱会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展开，演唱会扎堆，幺蛾子也不断。这部五月天官宣演唱会不久就闹了一出粉丝闹着退票的乌龙。五月天的演唱会被称为演唱会的天花板，他们口碑好，经典歌曲多，氛围好，每次演唱会门票都一抢而空，有的票甚至被黄牛炒到上万元。但是五月天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因为华晨宇会上演一场饭圈大战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五月天演唱会传出了嘉宾名单，其中鸟巢演唱会嘉宾中，华晨宇的名字赫然在列。五月天的粉丝一看华晨宇的名字，顿时就不乐意了，纷纷表示想要退票，并且讽刺华晨宇的实力。华晨宇的粉丝看到这些质疑声，自然不乐意了，于是双方粉丝在网上争论起来。华晨宇的粉丝为了膈应五月天的粉丝，还公开收票，表示五月天粉丝退的票可以给他们可以只听华晨宇的表演的部分。当嘉宾遭到邀请方的粉丝抵制，这在乐坛实属罕见。不过也不能怪五月天的粉丝不接纳华晨宇，毕竟华晨宇这些年的演唱水平仅粉丝可见。有网友总结了华语乐坛新四大天王，华晨宇名列前茅。怎么形容华晨宇的音乐呢？网上有不少经典评价，比如音乐可以冷门但不能邪门，可以接地气但别接地府。还有人犀利总结了华晨宇的表演流程：第一步低声吟唱，故作深情；第二步突然中邪，全身颤抖；第三步伸长脖子开始嘶喊；第四步眼睛无神，声音低沉，结束。的确，华晨宇的表演方式是自成一派的，他有别于唱跳歌手，又不像站桩歌手，他唱起歌来的动作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，手舞足蹈，手指颤抖，整个人就像在做法一样。于是有网友给华晨宇起了一个外号叫法师。尽管如此，华晨宇还是在日渐衰退的华语乐坛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。回望2013年的快乐男声，左立、于天、宁桓宇等人早已在娱乐圈销声匿迹了，唯独华晨宇站在金字塔顶端，牢牢掌握着流量密码。他是快乐男声的总冠军，他也是歌手当打之年的歌王，奖杯拿了一个又一个，专辑也每年都在如期而至。可是为什么华晨宇始终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，无法说服观众呢？细细分析，你就会发现华晨宇身上最致命的一点是才不配位。不能否认华晨宇的才华，但他的才华不足以匹配他现在的位置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对此一无所知，沉迷在粉丝的吹捧中，毫无谦卑之心。前段时间，华晨宇的火星演唱会就闹出了不少风波。在现场，他的粉丝疯狂大喊“君子一朝成，华语乐坛永远的神”。华晨宇一听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他故意反问粉丝：“永远的什么？”粉丝继续嘶喊：“永远的神。”华晨宇还不满足，又抛出一个疑问句：“永远的？”粉丝再次高喊：“神。”这时候，华晨宇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，他痞笑着加了一句：“不然呢？”好家伙，粉丝无脑吹捧也就算了，华晨宇还是硬干爬，那沾沾自喜的模样实在让人反感。华语乐坛比他有实力的歌手多的是，他居然敢称自己是神，狂妄自大，不知高低。华晨宇很擅长煽动粉丝情绪，除了永远的神这个名场面，他还在舞台上狂怼黑粉。华晨宇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，台下的粉丝一直高呼牛逼。最后，华晨宇又开始和粉丝互动，有一句话叫什么是客观的来着，台下齐刷刷的喊道牛逼。这句话在网上更是被粉丝刷屏了。华晨宇在演唱会上改编了一首周杰伦的《双截棍》，原曲被改得面目全非，但他的粉丝依然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来形容他。早在2018年歌手的舞台上，华晨宇就改编过《双截棍》，看看专业歌手的表情，简直是如芒刺背，如鲠在喉。华晨宇如今的争议这么大，他的铁粉们有一半的功劳。当然，这些粉丝不管面临多大的风雨，都甘之如饴，被割韭菜。杭州那场演唱会场地简陋，很多粉丝直接站在泥地里，大众纷纷为这些粉丝叫屈，认为花钱买罪受。但是这些粉丝却认为这是吃苦的幸福。演唱会场地偏僻，华晨宇还贴心的为粉丝准备了吃食，看看这价格比正常售价高出不少。但他的粉丝说这是良心价，有这样一群真爱粉捧着，也难怪华晨宇不知天高地厚了。2017年，华晨宇受邀成为明日之子的嘉宾，
评委都认为毛不易的小丑很惊艳，但华晨宇不同意，他犀利地说道：“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你，你的曲子在我这里没有一次过关。”毛不易这几年却演唱了不少经典歌曲，比如《平凡的一天》、像我这样的人、无名的人等。可是华晨宇呢，又有几首出圈的歌曲。2022年，华晨宇发行了第5张专辑《希望 Hope》，11首歌都是他编曲的，但没有一首是出圈的。既然才不配位，德行总该配位吧。他一边卖着纯情男孩的人设，收割女友粉，另一边却把张碧晨的肚子搞大了。他一边说自己没整容，另一边却把脸整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尖。真的别怪五月天粉丝看到华晨宇想退票。爱听五月天的歌曲的人，自然欣赏不来华晨宇的音乐。说到底，华晨宇只是一个被粉丝和资本捧出来的流量歌手，就别充当什么乐坛的艺术家了。最要命的是，华晨宇只听得到粉丝的赞美声，听不到大众的批评声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幻想自己是华语乐坛的神。和作茧自缚有什么区别？当然，大众反感的不仅仅是他的音乐，还有他的私生活。外表看似单纯，实则情感混乱，把邓紫棋、张碧晨2大实力派女神玩得团团转。纵观整个互联网，能与华晨宇相抗衡的，恐怕也只有胡歌一人。当年华晨宇一句"是的，我们有一个孩子"，直接将某浪服务器挤爆，堪称内娱大地震。但和胡歌相比，就相形见绌。当时胡歌突然宣布："我当爸爸啦，母女平安"，向大家报喜。寥寥几字，震得内娱耳溃，惊得网友大呼奇迹。可同样是挤爆服务器，华晨宇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和讽刺，而胡歌收获的是全网的祝贺。一众网友有种老父亲看到光棍多年的儿子终于会拱白菜的即视感，一种莫名的欣慰感油然而生。可为什么同样是暗中产子，两人的待遇却如此巨大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首先华晨宇和张碧晨两人谈恋爱并且产下一子的事情，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，所以当时消息爆出来以后，大众都是震惊。之后张碧晨方面也发文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简单介绍这件事情，大概就是女方有了孩子想生，男方不想生，女方偷偷离开跑去生孩子，然后回来告诉了男方有了一个孩子。重点是，当时华晨宇方面的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个答复：花花目前单身，双方将在无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共同抚养孩子。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，华晨宇会负责，但是仅仅只是对孩子负责，不是对张碧晨负责。为什么大众会打差评？看到这里，各位或许也能理解了。张碧晨去生孩子那段时间，基本没有参加任何的音乐综艺，更别说拿到什么优质 OST 资源了。这就导致原本已经成为 OST 女王的她，因为这件事情事业被搁置了。如今虽然回归乐坛，但是发展势头却已经没有那么猛了。女方被耽搁了，最终还没有一个结果。而在这件事之前，华晨宇在大众眼里是个什么模样的人呢？小白花和音乐才子，王牌对王牌里笑眯眯的样子，又带着点机灵劲儿。谈起恋爱就脸红，嘴上说着承担责任，谁知道背后连娃都有了，竟然还没结婚。这搁谁身上谁不幻想破灭啊？什么小白花、黑莲花还差不多。如果这件事放在你身边呢？谁听不得骂一句渣男啊？在世的我们有个孩子这句经典澄清后，他的好感度显而易见的直线下降。更有网友嘲讽知名作品变成了孩子。虽说墙倒众人推，但前提也得是墙早已是危墙，千疮百孔。如果说孩子是推倒墙的导火索的话，那音乐才能就是墙本身了。在粉丝眼里，他是火星人，是天才，是孤独的孩子，是一颗孤独的星球，在浩瀚的宇宙中流浪。在大众眼里，他唱歌有时鬼哭狼嚎，在舞台上恍若跳大神，难以理解。就从歌曲的大众传唱度来言，和其流量相比，确实要逊色几分。也所谓人红歌不红，若说没有此次孩子引起的人设崩塌，我还会更愿意走进他创造的一个孤独又奇特的世界。但此后开始怀疑，不断的质疑自己又质疑他人，他所谓的这个孤独世界是真的吗？会不会是虚幻的泡沫般的现实？我真的能够毫不介意的重新面对这个人吗？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。胡歌这边是已婚，华晨宇这边却是无婚姻关系共同抚养，网友会骂谁？答案显而易见，
当一个质疑声出现时，声浪也势必随之而来，就如同两者官宣结婚生子所引起的轩然大波，走向了不同的轨道，前者收获祝福，而后者引来了嘲讽。我个人还是认可胡歌的这种做法的，不公布恋情其实就是不想让大众过多关注。本就不怎么参加综艺节目的他，过着低调的幸福生活似乎也足够了。有担当、负责任，做一个好人比什么都重要。简单点说，胡歌是结婚了，只是没有向大众公布而已。现在生孩子才主动公布，所以大家都会祝福。华晨宇是一没结婚，二不打算对女方负责，最后被动曝光，当然会被人从道德上批判，二者根本没有可比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